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欣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要来看一下来自黑月的启示和讯息。那么今天呢，在我连接宇宙能量的这一天呢，正好是澳大利亚的一个黑月时期。那么在北半球的朋友们呢，你们的黑月可能会比我稍稍的晚一天这个时间大概左右啊。那么在黑月的能量当中呢，其实是一个魔法非常强的一个日子。在黑月的时候呢，看起来天上我们可能会看不到这个月亮，但是呢，在你的心里，其实你知道的，月亮它就在那里，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到而已。而在黑月的这一天，也是女巫去施展魔法的一天。在这一天，我们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期，去发射我们的意愿，也就是我们平常在讲的向宇宙发出这个订单。那么通过月相的周期，通过时间的推移，我们将在满月的时候去收割这个结论，或者是收割这个结果。所以无论当前你的心中是否有什么样子的愿望，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我们都可以通过这样子的黑月 OK 这样子一个，我觉得是门户像一个门户这样子的一个日子吧，去向宇宙许愿，让我们的心愿和宇宙去连接在一起，让我们和伟大的能量一起去创造这个实相，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宇宙的孩子，宇宙的信使。那么今天呢，在我连接宇宙的能量的这一天呢，就希望去通过这样子的一个黑月的能量来为大家做一个连接宇宙的讯息。我们来去看一下这个黑月当下宇宙要给你如何的启示，或者是有什么重要的讯息。今天呢，我们会分两个不同的大的方向来帮大家去连接这个能量那我们在进入到每一副牌的具体讯息的时候呢，我们会来讲。好，那讲到这里呢，如果说你对今天的一个黑月的启示，还有来自黑月的讯息感兴趣的话，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环节。今天的选牌呢，包括今天的能量我都觉得是富有非常强烈的神秘感。那么在选牌的时候呢，我一边在连接能量呢，就非常有意思我选到的3副塔罗牌正好又都跟小动物有一些关系。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吧。首先呢，我们从左往右第一组 OK， 第二组，然后呢是第3组。从左往右第一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好，第6排的朋友这边非常明显了，你可以在这个牌面上呢看到2只猫头鹰。那今天为你们选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蓝鲸 Aquamarine。第2副牌的朋友呢，今天你们的这副牌里面我们其实是一个有一点 Halloween 的一个主题的能量但是没有关系，这个能量呢也可以是在任何的时间都可以使用的一副牌卡。那么你就看一下这个有一点恶作剧，有一点搞笑，有一点可爱，有一点滑头的这个能量我们这一副牌。然后呢，我为你们选的就是这个黑碧玺啦 OK。好，感觉一下这副牌还有黑碧玺这个能量呢是否跟自己是有对应或连接的。那如果说到小动物，我们这里不是有一个圣甲虫嘛，所以是肯定有小动物的能量好 OK， 那第3副呢就更加的神秘了。第3副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 Wild Unknown Tarot。那么这副牌呢，它的这个牌面其实是选取的这个蛇皮的一个能量那么在这里呢，我为你们选用的能量宝石就是你面前的白水晶，带有冰花的爱心 OK。 好 OK， 那为了方便呢你跟每一副牌的能量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接，那么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
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啊，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这个黑月来自宇宙的启示还有重要的讯息分别是什么？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能量啊，连接的这个黑月呢，是在双鱼座，那跟大家讲一讲。好，那请宇宙呢给我们指引，请宇宙呢给我们提示，请宇宙给我们建议。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一下你面前的这3副非常有神秘特色的牌组。用你的直觉，用你的第一个感应啊，去连接一下，究竟哪一副组牌，或者是哪一颗能量宝石，在当前你想去连接这个黑月的启示和讯息的时候呢，是最有帮助，或者是最有感应的。那由于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大众占卜啊，所以呢有一些朋友如果说在能量的连接的时候啊，你对其中的一副牌，然后呢另外一颗宝石同时都非常有感觉，那么请你都听听看，因为有可能你的讯息啊确实是被分在2副不同的牌组里面，也就是说你点开2副牌的能量来听，你可能都找到跟自己对应、有帮助、有连接的内容哦。那如果呢，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来听听看来自黑月的启示，还有给你的重要讯息。那我们待会儿见。Hello， 大家好，欢迎选得到第1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就是这个蓝金 Aquamarine，OK。那么这个宝石呢的密语啊，它讲的是 Go with the flow，OK，让我们去顺其自然啊，顺应而下，顺应而走。Go with the flow。 好，来，那第1副牌的朋友，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来自黑月的启示以及给你的重要讯息。我们就首先来用这一副非常有神秘的这个猫头鹰牌啊，我们来看一下，连接一下来自你的能量好吗？让我们一起来洗牌，也让我们一起来连接这个黑月的能量啊，感恩宇宙。哦，对了，跟大家也讲一讲，那我们今天连接的呢，其实黑月它也会有一个星座能量的对应啊。那么今天呢，我想做的这一期黑月的能量呢，正好是落在了双鱼座。那双鱼座的能量呢，它有这种 self love 啊，我们要自己照顾好自己，我们要自爱。然后呢，我们讲的是极大的接受 acceptance， 我们要去接受这个自己，哪怕这个自己有的时候不完美，或者是你现在觉得看起来糟糕，你也要接受它这个自己，它是我们的基础，它是我们灵魂的家。最后一个呢，就是原谅。我们要在双鱼的能量当中对自己温柔一点，对这个世界温柔一点，对这个宇宙温柔一点。那么去谈到世界跟宇宙之前，我们要首先对自己温柔，对自己好。我们要能够先原谅自己，才能够去原谅别人，对吧？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啊，来自黑月的启示和重要的讯息。哇，2个8号牌哈，这2个能量都在讲调整8号的元素其实有很多的是在讲我们要在当下去调整，我们要去 review 我们要去 readjust。所以我们今天的2张牌啊，首先呢是 Vision 8，这个是水象8，然后是 Challenge 8，这个是风象8。最后一张牌呢是星星 ，OK， 最后一张牌是星星啊。好，来自黑月的启示和讯息啊。首先呢，在第1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当中啊，我觉得传递过来了很多，我觉得生活里的一些心酸我听到的是生活里的一些心酸，也有你可能过去和当下所经历的一些挑战，还有所谓的迷茫。但是呢，我们这里出现了星星牌，它预指着这个黑月告诉你啊，一切我们都可以重新改写。我们可以在黑月的这个所谓的黑色啊，它是没有任何的东西，就是一片黑，看不见，什么都没有。我们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时期，去让我们的黑色的夜空书写出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梦想，我们的我觉得是美好的愿望。
然后呢，再通过这个时间去把它一一实现，又或者是说把过去的一些我觉得是错误，过去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把过去的一些可能你觉得做的不好的地方，我们来做一个调试。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知道你现在拥有什么吗？你现在最厉害的就是你拥有你自己，你拥有时间。只要你拥有你自己，你就可以通过自己的时间，我们所谓的生命生命本身是宇宙给你最大的礼物，在你的这个生命里面，你可以去做事情，你可以去实现梦想，你可以去打怪物，你可以去改变这个我们所谓的世界，你也可以去从自己改变你这个自己只要你在某一刻里面下定决心，只要你许下这个愿望，你就有时间，你就有精力，你就可以去做，你就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变得越来越好。当下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自黑月给你的启示，我觉得黑月这个能量呢，首先吧，看到了你的这种，我觉得是一种有一点迷茫，有一点哭泣，有一点所谓的孤单感，或者是无力的感觉第一副牌的朋友，会不会你最近的状态稍稍有一点不是那么的好呢？我觉得可能在你的心里会不会有一些情绪就是让你非常的不稳定，让你非常的就是找不到这个方向的感觉。然后呢，你有的时候可能想去改，然后想去努力，结果你发现你一努力一变化，反而变得更加的糟糕。因为这个挑战8是这样讲就是在荆棘丛生的地方，我们越挣扎就会伤得越深。那么在这样子情况下，我们怎么样才能让自己去突破？怎么样才能够去救这个自己呢？星星牌，星星是什么？是在宁静的夜空之下，我们坐下来，我们平静下来，我们去看看星星，我们去所谓的感悟一下命运。我们在这里什么都不做，暂时先不做，我们先想一想。我们先来，就是我们在讲有一个那个可能不是特别的恰当，但是我又觉得特别的恰当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打个引号就是我们要去像可爱的小狗一样，我们有的时候要去舔一舔自己的伤口。这个伤口为什么要舔呢？就是要给它消毒净化，并且照顾自己的伤，无论这个伤是身体的伤，是心理的伤，对吧？我们要去看到自己受伤了，我们要看到自己现在不好，我们要知道自己现在需要更多的爱和照顾，这个点很重要。所以我看到今天第一个来自黑月的启示吧，第一个能量，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与其说你快速的往前奔跑，或者是说再一次的遇到一些拒绝或者是一些你不想看到的这种挑战，或者是一些难度还不如当前呢，我觉得是让自己静下来，咱们先停一停，我们先来做一个整合，我们先来给自己做一个全面的我觉得是一个梳理。梳理什么？第一个，梳理情绪，这边一定是有一些情绪需要你去梳理，可能有一些事情我觉得是背叛的情绪或者是伤心的情绪迷茫的情绪对自己不满意的情绪等等我觉得这些情绪吧，我们先梳理一下，我们把这个游走的自己先收回来。所以先是让自己的情绪变得稳定，然后呢，我们再来去重新规划一下我们的计划，我们再重新的去想一个最近最容易到达的一个目标，然后是进行一次全方位的疗愈。星星牌有很强的这种疗愈记得我们星星牌是很多时候用那个水，对吧，泼向那个湖泊吧。那么今天的星星是什么？是满天的星辰，作为你的疗愈，也作为你的指引。OK， 当我们想好了，我们在这个夜晚去真正的想好了心静下来了，我们睡一觉，等待你的将会是白天，就是新的旅途。你再往前走稳定的往前走，一点一点的突破，一点一点的前进，看准了再走，你一定可以出来第一副牌的朋友，你要的整合，你要的重新开始，你要的调整，一定可以办到的，好不好？这个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3张牌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组神谕卡，我们来看一下来自黑月的启示给你的重要讯息是什么？感恩宇宙。好 ，OK， 那我们就选这个啊，看一下，第一个是 Surrender to the Spirit。好，这张牌也给大家，刚才是翻开的一张啊，我们来看2张吧。首先呢，先这样子啊，我们怎么来讲这个能量呢？我们先来讲一个，我们从一个积极的方向去讲这个能量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我回头来跟大家分析这个牌。积极的能量是这样子的，第一副牌的朋友，宇宙呢当前啊，用黑月的能量向你做出的指引是这个 guidance 啊，书写在天空的命运啊，这个 guidance 是说，接下来在你的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你将看到 abundance。abundance 是什么意思？就是很多很多，可能是很多的机会，可能是很多的条件，可能是很多的物质，可能是很多的财富，可能是很多爱你的人，可能是很多我觉得这边也有一些是关于非常的健康，非常的快乐啊，就无论是什么，就是好的东西会很多很多。那么回过头来讲是什么呢？在下一个阶段啊，你不需要再看到什么。我们在讲这个新月 ，OK， 或者是这个，因为黑月接下来就是新月嘛，就是新的里程嘛。那么下一个阶段，下一个周期和新的，就是和你过去的那个周期最大的变化在哪里？我们先要找到这个哦。那也就是在说，可能前一个阶段，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看待事情的角度以及思想当中的自己啊，可能有的时候对一些事情就是看得稍稍有一点狭窄。Scarcity， 它讲的是少。也许在面对一个机会的离开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这就是你最后的机会，你可能觉得那是你最好的机会，这个心态就是少。如果一个机会走了，或者是一个人离开了，你要怎么去看待？你要看待的是 OK， 这个东西也许不是我的，那是我的东西呢，一定在前方。这就是积极的心态，这就是 abundance 的心态。甚至有些朋友更厉害的是说 OK， 你离开我才能把这个对的这个位置留出来，那么之后啊，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很多很多的人进来让我去选择，我将选一个更好的，最好的，对吧？所以 surrender the belief in scarcity， 我们要放下稀少的、稀缺的、可能没有的、不够的这个心态，取而代之的是相信这个宇宙，星星啊，相信这个宇宙。你看这么多的星星挂在天上，那么多，那么美呢。我们要相信有足够多的任何事给每一个人，这里包括你。对吧？宇宙在讲的是这个自然是什么？是无限的。那么有这种心态，有富足的心态啊，我们在讲你的下一个阶段，你不用再看到缺乏，你不用再看到所谓的稀少，取而代之的将会是丰盛。那么这样子呢，就跟移除啊，就是把你的下一个阶段啊，我们把你的生命当中的一些阻碍移除掉。那么你将成就你最狂野的梦。所以有的时候呢，当我们可能遇到逆境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感觉是这个人生在有一点往后退啊，逆水行舟，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使不上劲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精力不足啊，或者是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流的这个水啊太大了啊，这个阻力太强了，可能我们会感觉到自己在往下走。那么往下走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好几个选择。第一个就是逆水行舟嘛，不进则退嘛。那么我们可能如果真的这个力不行的话，最近真的不够啊，这个力量不够，我们可以顺其自然的。你看你选的蓝鲸，最强的逆流水位，我们要怎样？我们顺其自然的往下走，我们往下一点点，然后看到一个弯道啊，我们看到这个平缓，我们再使劲的往上游。逆道超车嘛，对不对？我们要想办法，我们要聪明一点。就好像我刚才讲啊，这个 Eight of Visions， 你的情绪当中可能对一个已经离开你的东西非常的不舍得啊，不想让他走，然后呢想牵着他，可问题是他已经走了，怎么办呢？也许这是一个机会，也许这是你一个很喜欢的东西，或者是你之前你求而不得的一个东西，对吧？但是他已经离开了，
它已经不可能了，在当下这个时间段，那我们就要看开一点，我们就要看大一点。没有什么东西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追求完美的时候啊，我们又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的。今天你看到这个机会是最好的，过几天，对吧？你逆流向上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哎，那个机会也不怎么样啊。为什么？因为你变好了，你变好了，你就能吸引一个更好的。所以呢，我觉得在你的下一个阶段啊，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不用再看到，我觉得是对于你过去损失的这个东西的一种不甘心啊，你不会再对它不甘心，你会彻底的放下，你甚至会觉得说，哎呀，我怎么之前眼光这么低，怎么会看上这个东西 ？OK， 那么下一个阶段，你不用再看到所谓的稀缺，你将看到的是丰盛和富足，你将看到的是你最狂野的梦啊，这个是我们的第一张牌啊，好，放这边。再来第二张牌 Surrender to Spirit， 这张牌呢是让你去真正的把自己交给宇宙，我们要真正的去顺其自然Go with the flow。 我觉得宇宙当前我们有一句话，其实英文讲的更好听那句话大概中文的翻译就是说，如果这个神或者是宇宙，无论是什么，就是更高的这个能量，或者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命运如果命运拿走了你最想要的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是机会，这个东西有可能是爱情，这个东西有可能是工作，这个工作有可能是钱，这个东西有可能是anything 那么宇宙在讲，其实这是宇宙对你的保护。我们举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例子，早上你要上班，然后呢你要赶这个公交车 OK， 那这个公交车呢，你知道这一辆车如果你赶到了比方说7点15分，你赶到这上公交车呢，你就能够去准时的参加会议，你就能够去完成这个考试，准点进场，你就能够跟你爱的人刚刚好在那个时候遇见。可是偏偏那一天你就是没赶上7点15分的车，你就会非常的生气恨自己怪别人怪自己或者是恨自己恨他人各种，然后你就挣扎跺脚生气愤怒结果呢，晚上的新闻出来了，那一天正好7点15分的公交车怎么样？他出车祸了。所以说我们回过头来看，你看到是什么呢？你看到的是宇宙拿走一个东西的时候，它是对你的保护，因为我们能看到的东西真的很小，我们只能看到当下，我们看不到未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对不对？我们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但我们不能改变过去。所以说当前这张牌出现以后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承上启下吧。宇宙在这个地方希望你能够了解这个黑月给你的启示就是你要顺其自然，你要更加顺其自然这个生命当中的波动和流动。如果生命给你很多很多的挑战，给你很多很多的阻碍，你就要去想一想，重新回顾一下，回温一下这个东西究竟对不对呀？你使那么多的劲，你花那么多的情感，它还是不行，会不会我们选错了？至少我们可以去换个角度去想一想，对不对？那第二个 surrender to the spirit， 如果说当前有些朋友你看到是有一个东西可能它就在你的旁边，它看起来可能简简单单的，它看起来可能有一点好像没有那么的光鲜亮丽，可它一直在那等你。我们去臣服于宇宙的能量，我们顺其自然，你拿着它，你走进去，也许你会发现它的暗藏里的这个机会、机遇和宝藏，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如果是从感情的方面去讲的话，人与人之间，也许你走近了，你才能发现这个人到底跟你合不合适。我们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看，工作机会的话，只有你工作进去了，你进入了那个环境，或者是那个脚穿的那个鞋，你得走上1000米，你才知道这个鞋它合不合脚，这个工作究竟适不适合你，是吧？所以说宇宙在讲，请你和他一起去创造奇迹，不要一个人去，我就是硬是要往哪个方向，或者是自己一定要怎样。这个时候呢可能是一条很难的路，就是不容易嘛。那与其这么艰难，与其吃这么多亏，弄得自己遍体鳞伤，不如我们跟宇宙一起顺其自然。如果这条道路你就是不让我上，那我就回来，我选一条简单的路，我选一条更加舒服的路。
谁说这条路里面不能有我想要的一切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我觉得是宇宙在当下给你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启示来自黑月的启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了，我们来看第二个，这张牌呢是我给大家提前抽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来自宇宙对于这个黑月里想给你的重要的讯息是什么。那么这张牌我抽到的是 Abundance， 和我刚才连接就是我现场抽的牌是一模一样。Abundance 跟 Scarcity 的能量是正好对应的，它们两个可以叫反义词。Scarcity 就是在讲很少很少我没有这个，我没有那个外面没有这个，外面没有那个，所以我不行，所以我做不了，所以一切都不行。Abundance 的能量就是我没有这个，我有那个或者是说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未来是无限可能的，这个就是无限的可能。宇宙在讲接下来你将要显化的，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一个你的哪些方面将迎来最大的显化嘛，最强大的显化。那么我给大家抽到就是这个 Abundance 这张牌呢，首先第一个就跟钱有关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最近因为钱的事情有点不舒服无论是工作上的事情，比方说可能 OK 我们不能那么具体的去对应毕竟这里是一个大众占卜但是有可能的事情是，比方说因为这里是一个 Vision 8挑战8，会不会有一份工作你做得好好的，突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份工作不在了，你就很想要那份工作，可是你可能没有看到是这个工作可能本身这个公司未来没有什么前途，无论是今天离开还是未来离开，其实你迟早都要走。第二个，这个 Eight of Visions， 也许最近有一些朋友我这边也感觉到，就说也许你申请了一个职位，你申请了一个机会，但是他甚至你还很努力但是呢没有成功，对吧？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不是说我们每一次申请任何东西都会成功，结果没有成功，那没有成功不代表你不好，没有成功可能是这个机会其实并不一定适合你。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换位思考，你就要换一个角度，你就要去看一看其他的机会，不要在这一个机会上把自己给弄得那么的苦。OK， 那么我看到的是 Abundance， 首先呢跟钱有关，这张牌呢在讲你目前跟钱的关系是什么。如果你现在因为钱的事情不开心、难过，或者是生活当中不舒服的话，那么你就要想一想，你究竟是恨钱你还是爱钱。如果你本身就讨厌钱，你恨钱，你觉得钱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邪恶的话，那么你怎么样用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去吸引更多的钱呢？如果你想赚更多的钱的话这张牌它的本意是这个。那么第二个呢，这个我们在讲其实它有一个什么，它有一个暗藏玄机就是这个重要的讯息。宇宙在讲这个钱，这个机会就在你的一念之间，就在你转身回头的地方。所以我刚才一再加强调就是这个机会，无论这个机会是什么，它没有被你抓住，或者是你不小心弄丢了，或者是他没有接纳你拒绝你，无论是什么情况宇宙当前给你的重要讯息是钱就在这里，你拐个弯你换个角度，你就能把它调上来。来，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大叔他把他的钱掉在这个井盖子里去了，那么这个钱就掉下去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哭伤心你看买酒买醉我丢钱了，我这个钱没有了，可能这个钱还是金币所以呢他就非常的伤心，非常难过，然后呢哭哭唧唧的就走了。还没走多远，有一个小女孩，她拿了一根绳子，拿了一颗口香糖，把口香糖呢夹在这个绳子的那个末端然后呢掉下去，把这个绳子掉到这个井盖里。怎么样呢？他把金币给钓上来了，他用了这个金币干嘛？买了一栋房子。这件事情呢，可能大家觉得说这个故事很扯，对不对但是这个故事有一个暗藏玄机嘛。这个暗藏的玄机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有一个机会，他离开了，丢失了，走了，我们这个时候要换一个办法把它给捞出来我们要把它给捞出来。这个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是来自黑月的讯息，这个重要的讯息。无论这个机会是什么，不要轻易的放弃，把它给重新给捞出来，把它重新给抓住，并且用这个金钱，用这个条件，或者是用这个机会去实现你真正的梦想。
我们在这个牌里面的梦想是买房子，那么也许你的梦想是买别的东西，对吧？也许这个梦想是成家，这个梦想也许是付一个什么样子的债，对不对？无论这个梦想是什么。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当前我们正好又看到了这个这2张牌的状态吧，我觉得一切都还太早了一切现在放弃都太早了。现在呢，我觉得是当然要整理一下，也是要疗愈这个星星牌在这里也是要疗愈，但是我觉得不要去太过于的去，我觉得是伤痛，或者是让自己就是沦陷在这个过去损失的情绪里因为你还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去补救当前的状态。这个补救有可能是重新把这个机会再抓回来，也有可能是转头遇到更好的和新的机会。那无论是什么，我都看到你真正的理想，就是这个房子所代表的寓意就是你真正的这个想做的这件事情，它还是会成。而且呢，宇宙会给你条件把这件事情做成，这就是宇宙今天要给你的一个重要的讯息。那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好，第一张牌呢是死神，这张牌出现在这里就是典型的不甘心这个离开，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无论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们打个比方，就像这个死去，我们不甘心这个东西它没有了，我们不甘心这个东西它就这样离开了。但是呢，该走的东西时间到了以后我们要放手，该走的东西时间到了我们要放手。就像这个人他这个钱已经掉下去了，他又没有绳子，他又没有口香糖，他在这个地方干等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救不了当前的状况。他去买酒只会让这个状态更糟糕，买酒了以后可能就是头晕目眩，更加的这个痛苦，更加的难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让自己就是离开了就让他走，走了就走了，然后我们清晰的去想办法，我们要去想办法，我们要动脑筋，我们要让自己这个损失给它补救回来。这个就是8号元素我们要把它给补救回来。然后呢，我们还要把自己想做的这件事情给做成了，做好了，这才是精神这才是精神，这才是宇宙真正希望你能够明白的道理。也是我觉得接下来，因为我们这是黑月嘛，下一个周期马上开始了，这也是宇宙希望你能够在接下来的阶段去显化的最大的一个成功。或者是我们在讲你将迎来的一个最强大的显化就是 abundance。好 OK， 你看第2张牌多厉害呀这真的是跟钱有关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跟钱有关，跟家庭有关，跟健康有关。宇宙在讲你接下来这个最强大的显化在于哪里呢？在于你的生活稳定的基础，在于你的身体健康，在于你的 well-being 就是我们的身心灵都很健康，身体健康，心情好生活非常的丰裕，这个就是 well-being。 然后还有什么？家庭和乐，家庭幸福。有些朋友呢，可能这个机会这个错过的机会不仅仅是因为自己而难过，也许你心里有很多的责任，你的这一个东西它不仅是为自己，也是想去帮助你的家人，可能是付医药费，可能是还债，可能是为孩子。宇宙在讲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你接下来最强大的显化就是让你的家变得稳定健康条件丰厚，所有想做成的事情都可以完成。而且这个财富是在你的手中稳定，而且还有多的是稳定还有多的。你看这个 Weaver of Bones， 他的手上还有多的多，他的菜园全部都开花了，他手上还有很多很多。所以你看这个长满了绿色的菜园围绕着他的家，代表着你的物质世界，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的物质丰盛身体健康等等这些方面一定是非常非常好的。你会有多的东西围绕着你，你会有多的机遇，你会有多的条件围绕着你。那么最后一个能量呢，就是会有一个非常稳定、成熟、有爱心、有能力的人将和你一起去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的
Eight of Visions。如果这个机遇所代表的是一个爱人的话，是一个恋人的话，是一个情人的话，那么接下来其实你将遇到的是一个更好的他是一个更好的他。 OK， 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神谕卡我们来看一下来自黑月的启示以及给你的重要讯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能量哦。感恩宇宙。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第一张牌呢是食物，然后是好吃的东西。这张牌呢是什么呢？有进就有出你喂自己，你投喂自己什么样子的营养，什么样子的营养就会被显化出来。所以呢，第一副牌的朋友，宇宙当前这个来自黑月的启示和讯息，当前如果你给自己更多的烦恼，你每天投喂自己的是我好难过，我好伤心，我好痛苦，那么这个能量就会成为你精神的养料，那么它所培育出来的东西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好，可能是这个大黑狗。那既然你知道这个道理，当前呢你就要把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些能量转化成星星。你投喂给自己的是希望，你投喂给自己的是光明，你投喂给自己的是疗愈，你投喂给自己的是健康。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显化周期，你将得到的就是健康、积极、美好、丰厚。所以这里的第一张牌来自黑月的启示和给你的重要讯息，就是当下请你照顾好自己。我们黑月双鱼的能量也是在讲 self love， 这个 self love 从哪里开始？我们自爱从哪里开始？也许就是从我们的思想开始。我们首先去接受这个自己，原谅这个自己。我们知道自己不好，我们知道自己不完美，没关系，我现在开始就让自己变完美，我们在变完美的路上就行。我们从现在开始就是作息规律，早睡早起，吃好吃的东西，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呢我们要吃营养的东西，我们要投喂给自己最美丽的东西。你看这里的食物是一个红色的能量，白色的，你看这个光球，我们要给自己喂什么？喂自己光我们要给自己最美好的东西，最好的能量那么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去在每一个生活的细节里去扭转我们的思想，扭转我们的情绪，然后呢在下一个周期的这个满月的时候去收割我们的成功。所以这里是食物还有我们的吃食这个就是在讲生活规律，生活的一个作息，也包括我们在精神上怎么样去对自己讲话。我们在讲怎么样去爱自己我们是爱自己还是鞭打自己这个是思想上的还是说恨自己？那么这个东西最后它都是会有一个因果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要从根源上去做一个改变，那么我们就能够在最后的结果这个地方呢看到最大的变化和变美好的东西。所以你看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接下来吧，哪些方面会迎来最大的一个显化？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是生活真的会变得规律健康，从饮食开始变得规律和健康，所以你的身体一定会在健康方面我觉得是有所提升。第二个呢就是美丽方面美丽方面，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会有一个追求美的心，无论你是做跟美相关的工作，或者是跟美相关的事业，还是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么美都是我们人类所追寻的一个目标。我可以感觉得到第一副牌的朋友，这个美是由内到外的，当你接受自己，更爱自己，对自己好，你就会看自己越看越顺眼，你就会看自己越来越漂亮，你也会愿意花更多的精力使自己变漂亮，从而你就能变漂亮，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好不好？来，我们今天看最后一张牌来自黑月的启示和给你的重要讯息。牙这张牌厉害这张牌呢我觉得是第一个吧，我感应到的第一个能量就是要狠一点这个牙是干嘛？咬东西啃东西，我们要狠一点生活当中这个狠不是说我们要对别人很凶是说我们要能够在生活当中，我觉得是要能够敢想敢做。有的时候呢其实在这个无论是这个思想当中还是别人的一些言语当中可能会把我们越说越小，
小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别人说你不行啊，机会当中说我不要你，或者是我拒绝你哦，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别人对我们的一些负面的评论，我们就会听到这个东西就很难受，就会觉得啊自己真的很不好诶，自己真的很糟糕诶，你的能量就越来越小啊。那么当前呢，黑月给你的启示和讯息是，我们要咬下去啊。我们不仅是不要那个小，我们要大，我们要更大，我们要一口咬下去，咬一口最多的蛋糕，咬最大的蛋糕，咬最甜美的部分，就是要狠一点。所以如果别人真的有什么样子的话语啊，无论是对你的拒绝打压，还是说啊在后面说你什么，第一副牌的朋友不要听，不要听。你要去在这个所谓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能量就是往下的这个地方啊，要狠一点。你不仅仅是让自己就是不要被他们说的越来越小，而是你要越来越大。你要叛逆啊，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你很乖，如果你一直都是一个很听话的人，我觉得这个黑月给你的启示和讯息，我可以叛逆一点啊，你可以叛逆一点点，至少在当下的这个生活里，你可以叛逆一点点，你可以让自己猛一点，让自己狂野一点。我刚才看到了啊 ，Your wildest dream， 你最狂野的梦，不要被他们说的你越来越小，你就越来越小，你觉得自己越来越不行，而是你要越来越行，而是你要去做一个很狂野的梦，让他们想都不敢想，你敢那样想，要这样做，要这样去想。所以你看啊，生活当中，我觉得宇宙啊，这个黑月给你的启示，我觉得是要有激情的、澎湃的、勇猛的去生活。去爱一个更加优秀的人，或者是迎接一个更加优秀的人进入你的生活。如果这是你过去所遇到的这个离开和损失的话，那么你要相信啊，这个世界当中丛林非常的大，人非常的多，优秀的人那也是数不胜数的。OK， 那么你过去这个无论是离开你的、拒绝你的人，还是背叛你的人，你都要相信，第一个，有很多更好的人存在，第二个，你能遇到他，你能把他们吸引进来，这就是你的决心，这就是当下我觉得是黑月给你的这个启示和重要的讯息，非常的 powerful， 这就是黑月的能量，绝对不是温柔的蜻蜓点水的给你一点点抚爱，而是让你去做你人生最狂野的梦，去实现你生命当中最狂野的梦想和目标。好，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为第一副牌的朋友所连接的这一个启示和讯息来自黑月给你的启示和重要的讯息，希望这个讯息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希望所有第一副牌的朋友勇猛直上迎接自己的丰盛，你可以做到。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个黑碧玺，好，放在一边。那黑碧玺的能量呢是在讲有关于保护我们的能量保护。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的是来自黑月的一个启示，以及给你的重要的讯息。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抽牌，我们来连接一下第二副牌的朋友来自于你们的能量和信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黑月它要给你的重要启示究竟是什么？感恩宇宙。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好，第一张牌是最高女祭司。这张牌给我的能量的感应就是知识在你的心里知识在你的心里，智慧在你的心里，当前你拥有你自己未来的神谕。女祭司手握这个卷轴，我们一般是说手握卷轴嘛，那这边这个女祭司她拿的是一本书，然后另外呢是一个这个小蝙蝠嘛，蝙蝠呢在我们的这副牌里代表的是宝剑所以说这个女祭司她代表着理性和感性的平衡。我们看它脚踩的这个月亮嘛，它是月亮代表着我们的内在，我们的潜意识，我们的情绪，所以是理性和感性的平衡。所以他的手上握的是这个智慧手握智慧。
当前呢，其实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你应该是你自己最好的老师，或者是说当前你是自己最好的一个精神向导吧。来自黑月给你的启示是说，其实当前你自己的能量是很强的，你心里面你自己的心里面有你需要的答案。可能有些朋友会有一点不是很确信，或者是不是很确认，因为可能有些东西只有到事后才能够得到证明嘛，对不对？那周围呢，可能也会存在着一些比你有经验的大佬比你年龄更长的一些前辈等等可是呢，你自己的事情，这个状况这个细节，你自己心里最清楚。还是这句话，别人看到的那些东西只是他们的故事。可能有一段时间我们在生命当中，可能确实有人能帮我们确实有人能够给我们一些方向感，但是呢，也会有这样子的一段时期吧。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是要更多的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你就是这个女祭司黑月，而且她的这个背景也是黑色的嘛。我觉得这个所谓的答案在你的心中第二副牌的话，无论你心里这个想法是什么，无论你心里的这个倾向是什么，哪怕现在看不到数据，看不到事实，我觉得也要更多的信自己相信自己。我觉得这个答案可能会更加的接近真相这个是第一张牌。好，再来看一下来自黑月的启示，我们来连接一下第二副牌的朋友吧。当然了，如果我们要是去连接你的能量和你当前的状态吧，我会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就是目前状态的你，可能会更加想独处，或者是更加的想要去就是欣赏这个独处的自己吧。有的时候我们想社交，我们想走出去，但是我觉得你的能量当前来看的话，是更加喜欢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心境能够带给你更明确的指引也许你当前是在学习自己在看书自己在做计划自己在筹划你的未来在给你的人生做一个整理我觉得这个能量好。来，我们出现了第二张牌。第二张牌呢是南瓜9。南瓜呢在我们的这副牌里代表的是金币元素，是我们的土象土象能量。今天的这个金币9呢，给我的感应它代表着是不是有一部分的朋友当前对自己的这种状态不是特别的满意因为这两张牌的能量呢，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有一点相互对冲的。女祭司呢是一个人，但是金币9的这个一个人的逆位，因为这个是个逆位嘛，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当前对于自己的这个状态不是特别的满意，但是呢，其实这个状态我觉得又是你现在其实需要的。举个例子吧，也许有一部分的朋友，就是打个比方，如果你当前是单身的话，也许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并不想单身你可能会觉得你不好，你不够，你很想去有更多的人跟你连接，你想要更多的朋友，你想要去认识更多的，比方说可以去发展的一些情感中的对象。但是呢，当前的自己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你在一个人的环境当中，你在比较可能有点关闭的状态当下但是呢，我觉得你的生活吧，各个层面，其实一个人的状态呢，可能会更加有利于你。比方说，你更心更静，你更可以学习的好，你工作的更有效率。但是我总觉得好像有一部分的自己呢，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可能你们对这个状态不是那么的，就是说不是那么的觉得满意因为这个满意的话，是自己的一个感觉，是你自己心里的一个状态。你的满意和别人觉得的满意可能是大不相同的。也许有些人当前有家有孩子，他可能觉得也不满意，他想一个人。但是呢，你现在的一个人的状态，可能你又觉得说我不想这样这个能量有点像围城，对不对？城里的人呢想出去，城外的人呢想进来。城里的人觉得城外好，城外的人呢觉得城里面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去这个女祭司我们今天黑月的启示，我们要拿出一些智慧，去更加清楚的读懂自己的状态，也要更加清楚的去分析，我觉得是外界的一个条件。因为金币9它是土象，它有所谓的一些外界条件的能量在相互的作用。所以当前呢，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也许你现在的人生阶段和你现在人生的一个
时期里的重点呢，可能是自我成长是修炼自己，是修炼自己的这个能力修炼自己的心境，修炼自己的一个灵性等等哦。好，我们来看最后的一张牌。最后的一张牌呢是月亮，这张牌呢在告诉我，因为这是一个逆位的嘛，所以这个逆位的月亮呢就是所谓的内心的恐惧内心的恐惧。我不知道这边会不会有一些朋友，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真的是单身的状态这个当然是一部分的朋友。如果是单身的状态的话呢，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无论你现在单身的年龄是多少岁我只想告诉你们的是，这个爱情是没有时间的限制的。也许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会有说，好像10几岁的时候是初恋，20多岁的时候是热恋，30多岁的时候是结婚。无论外界怎么说，无论外界的这个大众是什么样子爱情绝对没有时间的限制。OK， 如果你追寻的是爱情的话，那么就不要怕。当前呢，在这个月亮的逆位里我看到了很多你们的焦虑，你们的恐惧。但是这里的焦虑跟恐惧，它不是真实存在的月亮的这个真实，这个能量它是虚幻的。就像我们在讲镜中月，水中花，它是一个假象，尤其是月亮的逆位，它是一个假象。所以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今天呢我们去连黑月给你的启示，来自黑月的启示，我觉得你需要在一个更加运用你的直觉，运用你的3眼轮的能量去看到未知，去看到你眼睛看不到的东西，去打破别人告诉你的那个知识，别人告诉你的状态，别人告诉你的这个正确的所谓的打个引号正确的东西。因为你的心里才有真正的神域你才是真正的神域，你心里所酝酿出来的这个答案或者是这个结论才是真相，而别人告诉你的东西未必是真的就像有人跟你讲这个结婚生孩子是最好的事情，no， 未必的也许有人跟你讲要赚很多很多的钱才是最稳定的， no， 也不是，赚很多的钱未必高兴，赚很多的钱呢也未必就代表着成功，很多事情都是相对的，而你要做的是认清楚自己，看懂自己的心黑月给你的启示要看懂自己的心。当然了，这边呢因为我们抽到了女祭司所以有一部分的朋友，我觉得第二组的你们的能量可能也感应到了一些有关于你们灵性当中的东西就是你的这一个能量吧。我觉得宇宙可能更多的想要你去信任你的直觉我们的这个社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不能够去讲直觉的，不能够去讲所谓的那些看不到的没有科学依据的东西，我们会把它们全篇给否认，对不对？但是呢不代表它们不存在不代表它们不存在。所以科学是来验证我们现在不知道的不能够解释的东西。第二组牌的朋友因为我们中间是女祭司，所以有可能你的能量的感应就是这个女祭司你自己的这个能量虽然你可能会是艺术家，你可能会是老师，你可能会是医护人员，你可能是妈妈你可能是爸爸，你可能会是工程师创造者，但是你的能量你的这个灵魂，你的能量在感应着女祭司。你是一个有直觉的人，你是一个直觉能力很强的人，所以你在我们的这个地球上行走的时候，经常有一些你内部的东西告诉你的一些讯息，请你不要去打压它，这是你的天赋，这也是宇宙给你的一个我觉得像一个神器一样的东西我觉得是更好的去拥抱它，接受它。黑月过后就是新月，不是每个月都有黑月的，但是每个月都会有新月，所以黑月是新月之前的那个能量，它代表着一个全新周期的开始。我们今天的新月是连接的双鱼座，所以这个能量它其实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去相信自己，我们要更多的爱自己。怎样做到？就是接受自己，接受这个可能你觉得跟别人不太一样的自己，去原谅自己的不完美，去接受自己的不同去接受自己的不同，每个人的不一样才是那个最漂亮的点这个是第二组牌的朋友，我看到从塔罗里面来自黑月给你的第一个启示。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我准备的这个神谕卡，我们来看一下黑月给你的启示。感恩宇宙。好，今天我们这里又是2张牌啊，我们翻开的。OK， 第一张牌呢是奇迹的能量，第二个能量呢是焦虑的能量啊。好。我不知道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会不会是保守派啊？我这边感觉到有一部分第2副牌的朋友就是有一点保守派。这个保守派呢，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可能会真的有的时候会非常的想拿事实说话，眼睛看不到的，或者是摸不着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你们其实是很抗拒的。这个能量呢，其实跟你的天赋正好是相反的。你之所以有这个心态，也许是你的这个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啊，还有你听到的你的教育等等给你的一些指引，这个东西呢也没有错。但是呢，我听到这个黑月想要给你的一个重大启示，是让你能够更多的相信，因为只有你相信，你才会看到，你才能抓住。第2副牌的朋友，如果你对当前你的生活状态是不满意的，无论这个状态它在哪里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满意程度会是因人而异，对吧？你的满意不代表别人的满意。那如果在生活当中你有不满意的地方，哪怕别人怎么说你很好，你还是不满意，请你不要去怪自己，也不要觉得自己好像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我今天听到信息是说，第1个、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其实是会跟一般的人有一点不太一样，你们很特别啊。第2个呢，我看到就是说，你们一定要更多的相信一些表面之上的东西，因为你们感应的能量是女祭司啊，这个能量其实非常的强啊，非常的强。女祭司呢，我们是2号牌，我们知道第1号牌是什么吗？是魔法师。所以女祭司在魔法师之上的地球的魔术师，它增加的女祭司跟魔法师相比，它增加的元素就是这个月。月是什么呢？代表着情绪。我们1号牌魔法师讲的是坚强的意志、坚定的意志跟决心，我们要做成一件事，我们要显化一个东西。来到女祭司之后，就会加入我们所谓的情绪，我们的情感。很多时候情绪和情感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标准去定义我们所谓的灵魂。人是有灵魂的，机器人是没有灵魂的，对不对？那么这个灵魂之所在就是它当然有很多方面，但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这个情绪，这个情感。所以当你的心相信奇迹，相信可能拥有一些东西是高于这个现实和现状的时候情绪的这种满足感可能要高于物质的一些东西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超越，你就会穿越。所以当前呢，我看到今天的这个黑月给你的启示这张牌让我看到了过于追求现实和过于的拿现实说话的你。那么这个能量呢，其实你会过得非常的接地，就是非常的我们所谓的那种实事求是，很踏实，对吧？很踏实，也会让你的生活很稳定，但是少了一点精髓，少了一些灵动，少了一些我们所谓的灵性。第2副牌的朋友，灵性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生命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能够让你更多的，我觉得是一种光亮。OK， 如果你在生活当中因为各种原因就是去看事实，讲事实，然后非常的踏实的话，你就会看到你生活当中好像仿佛总是少了一点什么。OK， 少了一点什么。所以呢，当前宇宙在告诉你这个黑月给你的启示是接受这个可能跟你过去认识到的那个不一样的自己。我们要能够更多的去感应，我们更多的去相信一些我们内在告诉我们的，哪怕当下不能用事实去证明的东西。举2个例子我第一个举个情感的例子。这个例子呢是在讲，可能你看到你周围的姐妹，你周围的兄弟都结婚了，或者是都有女朋友男朋友，你会很羡慕
啊，你会很羡慕。那你可能也非常想脱单，你也很想遇到那个正确的人。可是呢，在你生命的可能某一个时期，特别是早期，你可能会发现生命里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啊，都在指向着另外的一些重点，可能是工作，可能是学习，可能是个人的一个成长。没有很好的一个对象，或者是说有些对象来了以后，你可能也觉得好像不能够去很长久的发展，从而达到你想去成家立业的这个决心，或者是这个目标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心里其实会一直在告诉你不要急，你的心里可能一直在告诉你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人在前方等你。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呢，你看到越来越多的姐妹，越来越多的这个兄弟啊都结婚生子了，可是你还是一个人，你可能就会非常的抗拒你内心告诉你的这个要你再等一等的这个声音。可是第二副牌的朋友，如果你愿意相信这个声音的话，你在你结婚生子或者是遇到那个人之前，你不去比方说强求，不去所谓的去一定要怎样去这么相亲啊，或者是找对象啊怎样的，你去做自己，你去接纳这个单身的自己的话，或者是这个在好像是人生赛道啊，别人都在做这个，你却在做那个事情，接受这个自己，你一定能看到奇迹，你会遇到非常非常好的人。这个就是我听到第一个可能是跟感情，我们这边因为我觉得真的是有一部分可能是单身朋友在这边，所以我就用这个例子。你一定要相信这个爱情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不要把一些其他的跟爱情没有关系的能量都带入。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孩子 OK， 父母的要求不要想那么多不要想那么多，爱情没有限制，你要的爱情可能是非常非常高要求的，你应该遇到的这个人，你看我们这里两只海豚，它代表着灵魂伴侣。感应到跟你灵魂伴侣的能量的前提是你要成为那个人，所以前面才会有那么多的铺垫，让你不断的提升，让你不断的变强，让你不断的变好。那么等你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灵魂伴侣真的就在那里等你，和你一样优秀，和你一样的美好，和你一样的心中有爱。就是这个，对吧？所以我们又可以去讲第二张牌了，不要去担心，不要去焦虑，对吧？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们不强求，我们相信奇迹自然会降临。那么我要给的第二个例子呢，就是跟钱有关的例子，或者是跟工作跟理想有关的一个例子，这个就不是感情了，对不对？这边呢，我也看到有一部分的朋友也许你们非常非常的希望自己能够更加的优秀，更加的能够富裕，更加的能够有足够的一些我觉得是经济实力吧，来让自己无论是证明自己的实力也好，还是说让自己过得更加舒服提高生活质量也好。宇宙在讲这个能量你需要去相信自己的力量。金钱有的时候它跟价值可能会有一点联系，也跟你的选择是有关系的。如果说我这边看到，如果说有些朋友你在这个比方说工作或者是这个赚钱的这个道路当中，你一直坚信你可能只是比方说我只能够说服务他人，或者是我只是说能够去做一些简单的工作，那可能你的这个想法和你的那个最终极的目标是相互对冲的。宇宙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是很希望你能够去，我觉得是更加的勇敢一点。每个人我们可能在出生的时候，我们能够接应到的环境，我们能够去看到的东西，可能是非常有限的。不是每个人一出生都能够看到很高的、很多的、很大的，对吧？这个可能是我们的原生家庭所赐予我们的，但是这并不代表你不能走高，你不能看广大的世界，因为每一个人的这个路是自己走出来的。我们每一个人你想一想，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出生，都有一个时辰。有些人出来的这个时辰可能就很好，有些人出来的这个时辰可能就略显逊色。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天命里面一定都会有机会，一定都会有这个我们所谓打开的感觉。大家有没有玩过游戏？你要去收集一些材料，你要去集那个分数，你要去
采集到那些神药啊，你就能够去晋级，对不对？你就能够从1关打2关，2关打3关。每一个关卡是不是前面都有一个过程？人生同样是这个样子。如果有些朋友，比方说你现在很想从比方说这个，我们把人生比作一场游戏啊，你现在在20级，你想打到30级去，那么从20级到30级这个阶段，你就知道，首先你得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你想过去；第二个呢，你得相信你能过去；第三个才是具体的行动。那么第2副牌的朋友啊，我其实感觉到你这边是有能力，就是你愿意去行动，你有这个，我觉得这个土象能量是很厉害的。但是我觉得你缺少的是1跟2，就是你缺少一点相信。这个相当于这个奇迹的能量啊，是你要去感应的。我当前看到这个能量是在讲，奇迹已经都为你准备好了，可你却不相信它，你不信任它属于你。但是你又在这个时候很羡慕别人，那些拥有奇迹的人。也就是说，现在你可能不相信自己可以从20级打到30级，但是你心里又很想从20级打到30级。你想这个能量是不是相互违背？所以呢，今天我们黑月要给你的启示是相信奇迹。你要让自己的梦想更高一点，你要让自己的梦想和你心中真正的理想，我觉得就是目标跟理想要能够对等，要能对齐。我们看这里啊，月亮牌、焦虑牌出现2次，是什么能量在把你拉着？是什么能量在限制着你前进？因为月亮的能量，大家知道它是有一个所谓的 pillar 就是那个柱子，或者是我们所谓的一个门吧。那一个门，你看这个地方有个铁门，这里有一匹狼啊，大家看啊，这个牌也挺有意思的。这有一个铁门，这有一匹狼，他想过去。那么过去要怎样？要把这个fence啊，这个围栏给它给拉掉，然后才能过去。可是你看fence上面有什么那个骷髅头啊，有什么这个小野猫啊，还有这个大龙虾呀，然后大龙虾是告诉他往这边走啊，还有这个狗啊、南瓜呀，可能都是来吓他的。那么第2副牌的朋友是什么东西吓到了你呢？是结果吗？你害怕失败吗？是你如果尝试了以后，大家就会看到你做了一个疯狂的选择而嘲笑你吗？还是说你怕那些流言蜚语啊？看到你好像在这个从20级到30级打怪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的时候会被他们打得有一点惨呢？所以第2副牌的朋友，我这边看到啊，这个黑月给你的启示就是无论怎样都勇敢的向前，无论怎样都去相信这个奇迹。不管所谓的这个结果是什么，我们都要往前走，往前走，往前去追逐你的梦想，追逐你的下一个目标，并且不断的往前突破，往前突破，你一定能够到达。你的人生呢，你看这个女祭司的能量，其实你心里可能都有这个声音啊，我这边感觉到你心里一定会有这个声音，你的生命不应该仅停于此，你的生命应该有更多的奇迹，有更多的伟大，有更多的所谓的创造。所以无论你想做什么，你一定要行动，你要做。但是行动和做之前，你一定要调整自己的心，你要相信它。你相信，你就能够感召机遇。你感召到了机遇，你就会有更多的，我觉得是信心，以及对这个希望的一个看见，心里要看到它，然后再是不断的行动。那么你就一定能够突破自我了，你就一定能够站在这个高点。女祭司是理性和感性的平衡者，并且手握卷轴和来自宇宙的神谕啊，这个能量非常的强。第2副牌的朋友，所以如果你当前，我刚才又回到那个话啊，如果你对当前生活的状态不满意的话，请你去做一个更大的梦。你的心里这个答案就是正确的答案，或者是无限接近这个正确的答案啊！这件事情，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评论，别人怎么想，不要听，听自己的啊！当前是听自己的。好，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边我提前抽到了一张牌啊，我今天有给第2副牌的朋友提前抽到一张神谕卡，我们来看一下。那我抽到的呢是 service 服务。这张牌代表着什么？这个老奶奶啊，
他一生都在他的这个所谓的自己的这个家里面去服务给他的老公，服务给他的孩子。他有的时候去回想一下那些事业女强人，或者是那些成功的人士啊，他相比较于自己的这一生，他有一点点的遗憾，他仿佛觉得自己好像这一生并没有多么伟大的成就啊，就是相比于那些人。可是呢，在这张牌里，他真正想要去表达的意思是说，每一个人的服务都是有价值的。在他最后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们都回到了他的身边，他们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优秀，最后回来呢去感谢这位伟大的母亲，是他的一生努力、奉献还有付出，最后成就了孩子们的梦想。这张牌我所连接到的能量啊，第二副牌的朋友，就是在未来，在你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你将看到你的努力、你的付出得到认可。这个认可不仅仅是别人给你的认可，还有你自己对自己的强烈的接受还有肯定啊，这个是我看到这个 services。 所以呢，第二副牌的朋友啊，也许当前你心中的这个焦虑、担心，以及我们看到金币9的逆位，可能都是在讲你对当前自己做的这件事情可能不是特别的确信，你不是那么的确信，你不确信的可能是因为别人没有认可你，或者是你觉得你自己付出了那么多，别人没有看到你的闪光点，又或者是说我们刚才讲，你也许自己在打压自己，就像这个老奶奶，她会觉得自己的这一生好像没什么价值，没有什么真正的辉煌，但她不知道的是，在别人的心中，在她孩子们的眼中，她是那么的美丽，她是那么的我们所谓的崇高。所以第二副牌的朋友啊，你不要去打压自己哦，你一定不要打压自己，你是美丽的，你是我们所谓的崇高的，对不对？可以这样讲的啊，可以这样讲的。你每天所做的努力，你每天做的这件事情，它都是有价值的。有的时候我们能看到这个价值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可能别人表扬啊，拿到升职加薪啊，或者是我们可能看到了这个家人孩子们对我们的这种欣赏感谢呀，但也有很多时候我们都得不到这些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肯定自己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你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吧，其实我今天有看到这个黑月给你的重要的讯息，在你的下一个阶段是什么样子的方面，你生活当中会迎来最大的显化呢？就是被别人接受，被别人赞美，被别人赞誉，同时自己强烈的接受自己，强烈的接受到自己，所以是奇迹。所以当前第二副牌的朋友，如果你在做什么努力，你在不断的接受，不断的尝试，甚至你在不断的为别人服务，牺牲自我不断的去默默无闻的做一些事情，你一定要坚持住。因为我看到是这个认可的能量它会来，它就在你相信奇迹会出现的时候会降临。刚才我们讲，你要去做，你要相信自己，你要去敢于做这个梦。那如果你当前这件事情，你觉得好像自己觉得自己不行或者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可能有什么伟大的成就那么你就要去相信自己，你可以。因为我看到是你真的很有价值，你真的非常的有天赋，你非常的有才华。在女祭司这个地方在告诉我，你不仅这个思考能力，我们在讲那个思想这个宝剑风象元素非常的好，同时你还是个非常温柔的人，你非常的有灵性，你能够去 channel 到一些有创造性的，有这个我们在讲想象力的，有创意的东西。所以无论你想做什么，你想去尝试什么，你可以去尝试，你要去多多的相信自己，多多的去体会，多多的让自己去失败几次，去找到自己最最想做的事情，并且不断的向前，你一定能够做得很好很好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的这个工作你做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棒的。可能对于有一部分的朋友来讲是要坚持，但是我觉得对于还有一部分朋友来讲呢，就是要去找到自己的这个价值，你相信自己的这个价值然后呢去把自己的这个能量把它发挥出来把它发挥出来。你心里有这个答案的你心里知道你现在究竟是怎么回事，是要继续坚持，还是要换一个想法，换一个东西，把自己真正厉害的东西给表达出来，你的服务，你的创造，你的作品就会闪闪发光。 Service
我们来看2张这个塔罗牌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给出的具体的信息。第一张牌是世界，拥抱所有。你看这个牌多厉害啊！这个是世界牌，宇宙在讲啊，下一个阶段哪些方面会最大的显化啊，会迎来最大的显化，是全方位的。世界牌讲的是成功，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啊，或者是你前一段阶段所积淀的东西，将会在下一个阶段得到一个全面的，我觉得是一个抱奖杯啦，完成结业啦，或者是被别人欣赏啊，被别人认同啊，一下子人气超级的旺啊，别人觉得你做的这件事情太有价值了，别人觉得你太优秀了，别人觉得你太美好了，这就是世界牌，这个是结束并且带有荣誉的成功啊，这个是第一张牌。来，我们看一下第2张牌。第2张牌呢是这个蝙蝠9的逆位，焦虑没有了。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朋友这边有焦虑啊，有焦虑，很多的焦虑。那么我们看到了宝剑9的逆位，焦虑没有了，你可以醒过来的啊。第2副牌呢要自己醒过来。如果你有很多的焦虑，如果你有很多的想法啊，总是在想如果怎么样，如果怎么样，那么接下来来自黑月给你的讯息就是焦虑没有了，你将睡得很好，你将睡得很甜，你将看到的是我很安心。好，最后的2张牌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神谕卡。好，感恩宇宙。所以这边如果说我也看到有些朋友啊，如果说你是对家人啊，对你的爱人啊，你付出了很多的话，我觉得你的下一个阶段吧，就是看到了他们真的看到了你的努力，看到了你的付出，他们将爱你更多啊，他们将爱你并且爱你更多。来，第1张牌我抽到了钱包，这张牌就是跟钱有关，跟财富有关。下一个阶段啊，接下来的这个阶段，第2副牌的朋友，你想，当你被别人认可了，当你拿到奖杯了，拿到这个荣誉了，拿到这个名声了，那你的钱就不担心啊。所以有一部分朋友呢，我觉得下一个阶段就是升职加薪。要么你现在的老板，你现在的领导啊，就是认识到了你的价值啊，想大用你这个人才；要么呢，就是你将遇到新的老板。你将感应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我就是往上走啊，就是往上走，往上去跳跃。那么你的名誉、你的名声、你的这个头衔、你的等级、你的钱包啊，或者是你的财富更上一层楼啊，这个都非常明显，就是直接在对指着你的财富讯息，好不好？第2个呢是 guide 指引，这个是跟随伟人的脚步。这个是跟随伟人的脚步。这张牌其实我现在感应到的是有关于你的 DNA， 你的这个祖先的能量啊。这个 guide 就是你可能祖先或者是你曾经的这种轮回当中，第2组牌的朋友，你就不是一个凡人啊，你就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你是一个领导人，你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那么如果当前呢，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卡住，你卡在哪里？那么你就一定要去，我觉得是跟着自己的心，因为你是女祭司的能量，跟着自己的心，跟着你的祖先的这个力量啊，去往前推进，做成一件大事情，或者是让自己的这个能量发挥出来啊，闪亮全世界。所以是追随伟人的脚步嘛。那么你也可能你以前就是伟人，你有伟人的基因，你是伟人的后代，你祖辈或者是你自己曾经都做成过这么伟大的事情，所以你不要去打压自己。你看你们这里奇迹就在你的左右，你要打开你的心，打开你的心眼去感应它，去相信它，奇迹才会出现。而这个伟大的指引将会是你自己我觉得是你自己。当然可能也会有一部分朋友在下一个阶段可能会遇到一个伟人，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你要跟这个人一起啊，你不要觉得你好像比他弱，你要差很多，不要这样想啊。你虽然跟着他的脚步，但是呢，你跟他是同频的，要不然你怎么可能感应到他嘛，对不对？你要跟他一起，或者是在他的这个推动下，我觉得是让自己变得更优秀，让自己走得更高，让自己走得更远啊。这个人也有可能是你的灵魂伴侣，他即将出现，你们两个人要在同一个高度上一起去跳那个美丽的双人舞哦。好啦，那这里呢就是第2副牌的朋友，今天呢我为你们连接来自这个黑月的启示以及给你重要的讯息。那么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对当前的你有所指引，希望所有第2副牌的朋友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价值，相信自己的努力啊。那么在未来奇迹会为你而来。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一颗白水晶爱心。那白水晶的这个石头啊，它的能量呢其实是连接我们的顶轮，那么顶轮呢可以帮助我们去连接高频高维的能量和讯息啊，帮助我们去感应或者是下载我们所谓的指引，对不对？这颗宝石呢，同时啊，它也可以让我们的头脑更加的清晰啊，所谓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知道自己的心究竟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那么这一切的清晰度都可以通过这个白色的水晶啊，来帮我们去照得更亮，照得更加的清楚。好，那今天呢，第3组牌的朋友，我们要来连接的这个信息是来自黑月的启示。给你的重要讯息。那我们首先呢，来通过这个你们选的这个 Wild Unknown 这个塔罗牌来连接一下你们的能量。好，选到第3组牌的朋友请宇宙告诉我们，今天这个来自黑月的启示给你的重要讯息究竟是什么？感恩。OK， 好，今天第1张牌呢是金币8，这张牌讲的是织网。很有意思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能量，首先呢，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选的是白色的水晶。刚才我们讲过就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们去获得这个清晰度。那么今天呢，来自黑月的启示的第1个能量我觉得黑月在这个地方提醒着第3组牌的朋友，或者是在加强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织网的能力。有些东西它不是一下子就能到达的，有些东西呢不是直线条就可以走到的。我们生活当中有的东西是线性的，但是大多数的东西都不是。我们需要通过一个一个的网，织起一个网，去把它们给抓住是捞起来的，而不是直线走过去的。所以呢，在这里我觉得这个黑月在强调着过程，在强调着目标之前的这个方法。OK， 那么我们今天呢是一个金币是一个土元素，所以我也看到了一些关于在生活层面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是更加接地、更加踏实的把自己想要的目标一一的实现。那么今天呢，金币8的能量，它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在讲，我觉得是生活里的多方面、全面、综合的发展。有的时候呢，我们去讲能量的时候，我们在讲 focus， 集中注意力，对吧？我们要集中精力，就把那一个东西做好。可是今天来自黑月的启示，我觉得更多的是平衡全方位的向前推进。所以在这里第3组牌的朋友，生活里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看到金币元素，工作、事业、财富，还有关于你的身体健康，关于你的情感生活，关于你的家人，关于你的朋友等等等等我觉得是多方位全面的，就是一起都照顾好，那么你将生活的更加的快乐，你的生活呢也将感觉到更加的圆满这个是金币8的能量好，我们继续来抽牌。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牌。哦，这里还有一个，那我们先拿开，我们来看这个翻开的。第二张牌呢是金币4。我觉得今天把黑月的信息还有这个黑月的启示啊，这个土象元素的就是着重和加重和重叠吧，增加了对于你当前生活稳定性的一个强调。第三组牌的朋友，黑月，我们今天黑月呢，它也有它的这个特别的能量啊。今天的黑月落在的是双鱼座，双鱼座它讲的是强烈的自爱，我们要照顾好自己，我们要爱自己，我们要接受这个自己。那么当前呢，第三副牌的朋友啊，在这个能量当中，我觉得这个黑月给你的启示是接受自己当前的状态。比方说，也许你在心里更加想要去追逐另外一种人生，可是如果想追逐那种人生，你得先把基础给打好，把基础给做牢了。所以金币4讲的是 Four Pillars of Strength， 力量的源头。就像我们去建房子，那个地基在哪里，那个地基好不好，将决定你能够追逐的那个东西有多高或是多远。那么今天呢，我们是一个水象的一个黑月啊，而宇宙当前给你的启示都现在目前为止看到都落在了土象。所以第三组牌的朋友，当前的生活请你更加的，我就是更加 grounding 啊，更加的要往下沉，更加的要能够落实踏踏实实的把生活里的当前你要去做好的抓住的东西抓牢。因为这张牌它在讲稳定嘛，金币4。也许当前第三组牌的朋友，你在消费的时候 OK 要去看一下，有些东西呢该花钱的地方肯定还是要花的，但是呢有些不需要花的东西可能现在可以尽量的去节省。因为金币4呢它也是在讲储备，我们要去做一些 savings 现金账户啊，我们如果有多的钱，我们把它放在现金账户里，把它存储好，以备不时之需，而不是现在是 OK 去大量的消耗，或者是买一些没有特别一定要买的东西嘛。所以金币4呢也在讲去 saving 是存储你的现金，存储你的精力，把你的时间把它给积攒起来，就是闲的时间我们也把它留出来，干嘛呢？去做一些更加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为你未来的目标去织网，而不要去浪费它。这个也是金币4在讲的一个能量。好，我们来看第三张牌，来自黑月的启示。我们来连接第三组牌的朋友我们来连接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信息。感恩宇宙，来自黑月的启示，感恩。我们就要一张牌就好 ，OK。哇哦 ，Two of Cups， 圣杯2。这张牌吧，我会觉得说，一个好消息一个好消息。首先呢，第一个这个好消息可能是跟大家的情感生活有关。也许有一些朋友当前呢正在经历着热恋 ，OK。也许有些朋友呢即将遇到一个非常好的恋人。这张牌呢跟你现在的这两个能量之间可能会稍稍有一点就很特别啦。有一些朋友呢，我这边听到就说工作生活比较的稳定，你也在为自己的目标织网。也许现在还没有到达那个人生的顶峰，人生的高点，但是你知道你正在为这个高点默默的努力，而一切的一切呢当前正在指向一个稳定。所以呢你有精力，你也有这个好的能量去把自己的情感生活建立起来。情感生活和物质生活有的时候是密不可分的。好的情感生活能够滋养我们的心，能够让我们在比方说事业跟理想的道路当中更加的，我觉得是有干劲吧。因为有的时候呢，当我们有了感情，有了爱的人的时候，我们将获得更多的力量。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辛苦，我们的赚钱可能不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是可能为了未来，对不对？为了那个希望，为了那个未来的家。所以呢，情感生活和物质生活是紧密连结的。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话，请你也不要担心。这张圣杯2呢，它在指向着你即将遇到一个你心中之所爱。这个心中之所爱，有些朋友呢，我觉得是
单身的朋友啊，可能真的是你的一个爱情啊，要来敲你的门哦。那如果你觉得说，其实我也没有期待说要什么爱情，目前的生活也是稳定的，我只想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可是没有关系啊。爱情来了的时候啊，我觉得是生活就像一个河流，有的时候呢弯弯绕绕就绕到了那个情感的生活、情感的篇章，那么也不用去刻意的拒绝或者是逃避，你只需要顺其自然的去迎接就好。所以这张牌给我的感觉是有一些很浪漫的、很美好的 OK， 很甜蜜的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相处啊，会进入你的生活。如果当前呢，第3副牌的朋友，你现在已经婚姻幸福那么你的感情生活肯定是很好。这张牌也在指向着你的工作当中 ，OK， 你跟同事之间的关系会非常的和谐。OK， 也许是跟老板的关系非常的就是和谐共处，跟同事的关系呢也是相处的很好，大家在工作当中非常的愉快，工作呢都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的同时，也许还会有一些可以跟你做朋友的人我们有的时候呢，当我们长大之后，可能这个人际圈子会比较多的围绕在工作圈里，那么我们的朋友 OK， 有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在工作当中认识的，有的时候呢，真的能遇到非常好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圣杯2不仅仅是有感情，这个感情也不一定指向着爱情，也有可能是在生活当中能够跟你谈得来的，你觉得特别合适的一个好朋友会跟你之间有情感的连接，那么你的心情一定是非常开心的一定是觉得非常愉悦的。OK， 第3副牌的朋友好，那我们讲到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来自黑月的启示，我们今天的第1副神谕卡是什么内容呢？我们来听听看所以其实这个能量吧，我就感觉到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现在呢是走在人生的正确的轨道之上，你们现在只要是按照现在你们的计划和规划继续的往前走，生活就会越来越好。OK， 你们所知的往你们想要去获得的目标，就是稳定的向前，有一天一定会看见。而情感生活当中又会有一些很开心的事情在等着你们，所以我觉得未来的生活吧，应该是一片光明的来，我们来看一下来自黑月的启示，我们今天的第1张牌，感恩宇宙。好，第1张牌呢，我们抽到是休息和睡眠。这张牌呢在告诉我，黑月今天想要去给你的这个重要的启示是让自己不要去过于的消耗。这张牌其实有关于工作很努力织网，你看有8个金币在这个上面，这个网是沉重的。第3组牌的朋友，也许你现在一切都非常的安稳，一切都非常的稳定，但是呢，在安稳跟稳定的之余，那么黑月呢，希望你能够好好的休息，让自己的生活稍稍的，如果可以的话，慢下节奏，让自己忙里偷闲，去给自己一些安静的时间，给自己好的睡眠，给自己好的休养生息，让你的精力可以更加的充沛，从而可以滋养你的大脑，滋养你的身体，滋养你的心灵生活呢在你这边是多方位的，很多很多的方面那么想要把他们都处理好，都能够照顾好，最重要的是你自己，你要能够时刻保持在一个很棒的状态里面，那么就一定要小心，不能够去过度的消耗。OK， 所以这张牌呢，其实它也有在讲一个隐晦的意思就是拒绝，懂得拒绝，懂得去 OK 分配，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自己一个人承担，不是都一个人去做，有的时候呢，可以去信任你的团队，信任你的朋友，信任你的家人，让他们能够去分担，不仅仅是分担责任我觉得你去给他们一些任务、责任、工作的时候，其实也是对他们无比的信任。现在你所处的这个能量里是和谐的，和谐共同和谐共同体，所以现在去分配，去跟他们共享，将是非常好的时间，而且这个结果也会是美好的，因为这个能量磁场是有助于你的，是和谐的，所以可以去相信这些人，在你身边跟周围有非常好的人对你好，
心意对你很善良，然后对你有好的心意的这种人们呐，围绕在你周围。所以第三组牌的朋友，来自黑月的启示，要懂得去休息，懂得去忙里偷闲，懂得让自己休养生息，所以你才能够在长跑当中跑到最后。现在第三组牌的朋友，你的状态在长跑的过程当中，不是短跑，是长跑，也许是马拉松吧。那你需要的是什么？是持之以恒，是源源不断的精力和能量，让你跑到终点。所以你需要休息这张牌不要太累了，要休息好OK， 来第二张牌。好，第二张牌呢是消极的思想这张牌呢，我觉得是一个能量的补足吧。第三副牌的朋友，其实从今天的这个能量来看，我觉得你们的这种所谓的干扰信息是三组牌里面最少的。你们的能量当前我看到其实是最我觉得是最温暖、最和谐的一组那么这个唯一的一个稍稍可能带有这个消极，或者是一些你可以去调整的东西，我觉得是来自于金币4。这张牌呢，其实它虽然稳定，但是呢，给人的能量的这个感应可能是稍稍有一点拉扯的。这个拉扯在于哪里？有些朋友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是属于那种非常喜欢居安思忧的人。OK， 居安思忧的人呢，一般都很谨慎、很小心，也非常的厉害。可是居安思忧的人呢，容易多想。乐天派我们把居安思忧的人跟乐天派做一个对比。有一些朋友第三组的，如果你现在的工作很稳定，然后呢，你自己也知道自己一直在努力学习工作你为的是那个目标，那么其实你只要每天做好了你今天该做的事情和任务，你就安心了。可是呢，因为你是居安思忧的人，所以你可能会看一些新闻，可能会看一些外界的变动，你可能读到 OK， 现在的时代正在发生的巨变，你可能看到的是 AI 的这个速度和进化是非常非常快速的，你可能又读到了世界可能哪个地方出现了一些乱局，你在担忧这一切的大事可能会影响着你的生活，或者是可能带给你生活一些变化，于是乎你就可能会有点担心，你就会有一点焦虑，你就会有一点着急。那么这样子的你，其实从好的方向来讲的话，你是一个我觉得是能够考虑的很周全的人。但是呢，消极的能量是在讲，也许你想太多了。有些事情呢，虽然它可能是一个能量的一个瞄点，但是具体的连接在你的身上的时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而我们有的时候呢，要能够看开一点，看淡一点。如果说全世界的事情，所有的东西你都要考虑的话，那么你就会非常的累，你就会非常的辛苦。所以呢，一边我们要去看世界的大局观，我们要去看世界的这个动向和能量的改变，但是呢，你也要让自己拉回来，回到自己的小家，回到自己的这个小圈子，把当前的事情做好。这些东西放在心里，你知道就可以了，但是不要去焦虑它，不要去想太多。当这个东西真的已经来到你生活的时候，或者是接近你生活的时候，你再去慢慢的盘算就好。所以呢，不要把一些太过于遥远的能量放到你的今天来为之焦虑。有些东西呢，可能是未来发生的，那么未来我们可以全人类一起解决，或者是你也要相信人类的智慧和人类的力量。OK， 我们可以大家都到一起来，拧成一股绳，我们再去面对它。而目前的你的状态就是把自己的目标，这个小的目标一一的实现，把自己的好的生活把它给加固和稳定，跟自己喜欢的人们多去，我觉得是拉近感情那么你的生活呢就会很开心了，你就可以在这个新月的能量我觉得是做一些调整。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下一个阶段吧，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新月想给你的一个启示，就是让自己不要去太过于的操劳，有的时候呢要忙里偷闲。在你的下一个阶段呢，你的一些消极的想法，或者是容易让你焦虑的一些新闻和信息你会把它们给抹掉，或者是让他们离你的远一点远一点。
而取而代之的将会是更多的美好、浪漫、稳定和你的运筹帷幄。OK， 好，来，今天呢我们有一张牌，这一张牌呢是我提前为大家抽好的啊，非常的有意思。那么今天第3组牌的朋友，我为你们抽到的是 Mystics。这张牌呢，其实讲的是神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牌啊，它讲的能量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派对，或者是有一个聚会吧。然后呢，这一天来了一个不知道的人，你们明明在这个客人名单上有4个人，结果有一个人跟你打电话说，哎，我今天也要来，多出来一个人，第5个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能量信息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可以感应到是什么？我第一个听到就是说在派对当中有一种人非常厉害，就是没有被邀请的人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在讲我听到的第3组牌的朋友，第一个吧，就是如果你想在未来有一些什么变化的话啊，也许你会做那个不被邀请的人，也许你从来都没有想过你会去参加那场派对，参加那个活动，或者是进入那个圈子，但是呢，因为各种机缘巧合，也许你就能够进入。所以这张牌讲的是未知啊，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所谓的不可能的，有的时候就是会有惊喜，就是会有惊讶。这个惊喜跟惊讶既有可能是别人进入你的生活，你也有可能是别人的惊喜和惊讶。所以我们现在来具体看一下这个 mysticism 讲的是什么啊？我们来看一看感恩宇宙。好，今天我们的第1张牌是这个金币2啊，今天好多图像呢，这一张牌金币2 OK， 我感觉到的啊 mysticism 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有些朋友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边感应到的能量是在讲，也许你当前的计划啊有一些安排，而且我这边看到你很忙，你很忙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你做的很多，你做的多的原因也许是你在做好几个项目，你可能当前觉得说这几个项目都不能丢，都得抓住了啊，无论是对于你的这个工作的一个能力啊，还是说对你未来的一个财富积累啊，可能你都觉得非常的重要。可是呢，我看到的却是在你的这个接下来啊去发展，因为这个黑月它是一个起始能量嘛，它是在新月之前。那么在下一个阶段，也许你会看到的是有些东西呢，也许并不一定就是一定要都抓着，有些东西呢，其实放手反而能够让你飞起来，放手反而能让你飞起来，抓的太多太重，这个网啊可能会很沉重。所以我反而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你接下来的这个阶段啊，你新的这个周期和循环，你也许看到的是自己原本以为一定不会放手，一定不会离开，一定不会丢下的东西呢，你主动的把它给丢掉，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你从来都没有想过的可能性。而这个可能性啊，或者是你生活当中接下来会遇见一个人，遇见一件事情，你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会走入你的生活，那么它来到你的生活以后，你就自然而然的知道你的生活的一个新的篇章，一个新的部分，一个新的章节就这样被打开了。所以 mysticism 啊，这张牌我会觉得跟土元素的能量加在一起吧。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在下一个阶段遇到一个人，这个人很特别，这个人很特殊，他将带给你全新的人生的指引，他将带给你惊喜，他将带给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性，你将从他的身上找到一个新的选择，或者是放弃一个原本要去走的一个方向。 OK，哇，第2张牌是圣杯6呀。这张牌有2个能量，我刚才感应到的，跟大家一一说明。第一个呢，是有关于你的情感生活啊，这个是你过去的朋友可能会在未来找你。那么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讲，因为我看到了圣杯2，所以如果说
你在期待着和某人的重聚的话，那么这个能量是有可能在下一个阶段被显化出来的啊。如果你期待这个人重新进入你的生活的话，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有些朋友呢，这个也有可能是你的过去的同事、过去的老板邀请你去加入他的团队，邀请你去和他一起去做一个什么项目。OK， 因为我这边看到很多土元素啊，所以说有些时候呢，这个机会啊是在不期待的时候就发生了的。你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过去的这个老板、过去的那个同事、你认得的熟人，可能会在今天或者是未来的某一天找你合作。那么这个能量是有可能出现的。第二个能量信息是在讲，因为我看到也有一部分的朋友啊，你们的能量呢有一种所谓的变轻松的改变这样子的能量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变轻松的改变呢是在讲，也许当前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工作和你的安排有一点虽然稳定，但是太过于的辛苦啊。如果有这个能量的话，那么未来呢，我看到你也许会想到一个，就是你之前，或者是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时期在过去啊，你过得很开心，然后呢，你过得很舒心，你过得也很幸福，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你可能就变了嘛，对不对？人可能就会选择新的方向找新的机会突破自己等等哦。可是我看到在下一个阶段，也许有一些朋友会想回去。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我们都知道这个金融圈吧，我们举金融圈好不好？金融圈里可能有的时候会赚很多的钱，对不对？但是金融圈里的工作非常的辛苦，竞争非常的激烈，那是一个烧脑的地方。想赚钱的话，可能每一个人都最后要变成那种打个引号就豺狼野豹，就是非常非常的快速、快节奏，压力很大，包括银行等等这种领域那么过去的你也许是生活在一个很悠闲的这个很悠闲的这个田野，或者是很悠闲的一个比方说当着老师或者是当着一个画家你可能觉得哇，实在是太舒服了，太闲云眼鹤了太有这个意境了。那么也许当你从画家老师跳到金融，你可能会觉得是的，我去追逐了这个人生的精彩，我去追逐了这个所谓的向上攀爬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很爽，我觉得很厉害，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可是当你往上走到一定的阶段，也许你会想念过去的自己，你会把你过去的一个梦想，或者是你把过去的一个理想就是在未来的一个阶段吧，重新捡起来。所以呢，我看到有些朋友如果当前在工作当中，你正在经历着过度的劳累，过度的一个加班，过度的一个去用身体和你的精力为代价来赚取钱财，或者是积累你的财富的话，那么在这个双鱼的黑月的能量当中，我觉得你是有机会显化一个不一样的未来的。OK， 不一样的未来，这个未来可能更加接近于你小时候你过去的一个美好，那个念头，那个想象，所以是有机会可以去我觉得是做一个积极的改变如果这是你的心愿的话，也许在下一个阶段，你会感觉到这个显化的能力是把过去的一个可能搁置的一个停下来了，一个后来没有再继续的一个东西重新来过。而且我看到金币2的逆位是在讲选择，这个选择是选择更轻松的，选择更加简单的，反而能够让你飞起来，反而能够让你去实现当前的 transformation 这个是转型。所以有些东西 mysticism， 生命没有什么东西是一定的，生命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能的。所以呢，第3组牌的朋友，请你们迎接未来的这个新的阶段你可能会遇到的奇迹、惊喜。 OK， 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后2张牌，来自黑月给你的启示，给你的重要讯息。感恩宇宙。好，第1张牌呢，我抄到的是 Celebrity， 这张牌是说像明星一样闪耀
像明星一样的闪耀。这张牌呢，其实我感觉到的是人气很旺。第三张牌的朋友啊，你们现在的工作啊，我觉得是非常的稳定，然后呢也非常的在你的掌控之中啊。那么当前你的这个能量状态呢，会在下一个阶段迎接你的一个顶峰，或者是迎接一个高潮。第一个能量吧，我听到的是有可能啊，你在下一个阶段会显化升职加薪。OK， 这个是我听到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有关于这个情感了啊，情感里面呢，有可能会显化的是迎接你的爱情，所以是爱情和事业的一个双丰收，非常明显，对不对？当前你的工作你做的本来就很好了，我看到是做的不错的啊。那么你跟同事的关系也处得很和谐，那么接下来是有可能就是把你推上去的。那如果第三组牌的朋友，你现在心里呢想的这个目标也是有关于升职加薪的话，那么你就要继续坚持，因为我看到有可能下一个明星就是你，下一个被点到的人就是你啊 ，celebrity。那么第二个呢是有些朋友啊，我看到是，这张牌呢讲的是人气啊。这个人气呢可能会来源于哪里？第一个呢，有可能就是喜欢你的人会把你捧得很高，会很爱你。再来呢，我也觉得仿佛你接下来会遇到的这一个不可能 uncertainty 这个 impossible 的东西啊，也有可能会把你推到一个很高的地方。你的人生下一个阶段呢，会遇到一个不可能，会遇到一个奇迹，会遇到一个惊喜。那么这些能量呢，是有可能把你变成这个名人，这个红人啊，这个我们所谓的明星，让你闪耀啊，让你发光。所以 Mysticism 这张牌呢，其实也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啊，给第三组牌的朋友，就是面对未来的未知的时候，请你先做观察者。我们先看，先观察，先去 OK 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再进入这个连接，会更加有利于你。OK， 但是我觉得这个 Mysticism 从当下能量来看的话，是有利于你的，有可能是贵人，有可能是惊喜，有可能是机遇啊，把你捧上去，把你推上去。好，第二张牌，第二张牌呢，我抽的是这个猫咪，照顾好自己。相信啊，如果你照顾好自己，那么你一定什么事情呢都能够稳稳的抓住啊。这个猫咪呢，给人的感觉是独立啊，是独立。其实当前吧，我看到这个能量啊，第三组牌的朋友，其实你们的人际关系啊，从当前的这个状态来看的话是不错的，未来呢也发展的很好。但是呢，宇宙这边还是有很多的能量在强调，就是爱自己。双鱼座的能量啊，就是这个黑月，然后迎接下来的是新月嘛。新月之前是黑月，那么黑月呢是新月之前的一个空档期，在这里呢非常适合去做冥想，适合去许愿。那么宇宙在当前呢，在这个黑月双鱼的地方给了你这只灵性的小猫咪，它指向着照顾和爱自己。所以第三组牌的朋友啊，在你的工作之余，在你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是要安排更多的给自己的东西啊。也许当前你正在人生的一个快速成长的阶段，又或者是生命当中现在的阶段很忙，工作的事情爱情里的事情，家里人的事情，可是你一定不要忽略了自己。我看到这个黑月双鱼啊，来自宇宙给你的重要讯息，就是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你需要休息，你需要慢你需要休息，你需要慢，你需要把这个精力每天都非常紧绷的这个状态给它降下来降下来。当你太过于紧张，太过于的疲累的时候，消极的能量也是容易去攻击你的因为人的这个精力它是这样子的，它去吸引跟它一样的东西嘛。你的能量慢下来，好好休息，你就会有更好的这个状态去迎接。如果你太过于的消耗的话，那么消极的能量更容易去入侵你。所以当前的这个 cat 给我的感觉也非常像灵性的一个保护。OK， 这是一个 protection， 你的灵性动物是这个猫猫。
你要去照顾好自己，也有可能呢，在生命当中有一个需要你去照顾的人，他很善良，他很温柔，他也非常的聪慧，灵性还非常的高。这个人也许不会说太多，也不会要求你太多，他只是看你愿不愿意去给他爱，你愿不愿意去关心他或者是照顾他。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喜欢你、关心你、心疼你的人。所以如果这个人在未来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又可以对应的话，也请第三组牌的朋友给他一些关注，给他一点时间，你将在跟他的连接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找到你心中所需要的无论是时间上的休息、精神上的休息，还是情感上的一个我觉得是慢下来。所以说第三组牌的朋友吧，今天呢我们所连接的这个来自黑月的启示以及给你的讯息希望这些内容呢能够去给当下的你一些指引。祝福所有第三组牌的朋友，祝你们成功，祝你们在接下来的一个人生阶段吧，去迎接自己最大程度的一个显化。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